俄军又占领卢甘斯克了，这是开战以来俄罗斯第4次宣布占领卢甘斯克，紧跟着就被乌克兰打脸，甚至连自家军事博主都质疑这个消息。乌俄战场之外也不太平，日本最新104坦克在演习时发生爆炸，造成3死1重伤。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终于亲自辟谣，萨德系统还在韩国，哪儿都没去。格拉西莫夫的战报里到底掺了多少水？日本坦克为什么会发生爆炸？老实说，火力军都有点好奇，格拉西莫夫的脸到底疼不疼？据俄新社报道，这位俄军总参谋长在南方集团军指挥所里一本正经地宣布，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完全解放了。不光如此，他还抛出了一串亮瞎眼的数据。2026年开年以来，俄军夺取了超过1700平方公里土地和80个定居点，其中3到4月就拿下700平方公里和34个定居点。这数据要是真的，那俄军的效率简直逆天，也不至于把仗打了4年这么久。乌克兰第3军团发言人博罗金跟着就出来驳斥，说乌军还牢牢控制着卢甘斯克的纳吉亚、新叶格罗夫卡和格列科夫卡，连俄罗斯自家的军事博主都看不下去了。著名 Z 博主罗曼诺夫公开质疑，说自2025年以来，格拉西莫夫已经反复发过类似的声明，每次都被事实打脸，这次也不例外。ISW 直接出了一份评估报告，把格拉西莫夫的牛皮戳得干干净净。显示卢甘斯克这已经是俄方第4次宣称完全占领卢甘斯克了，上一次占领还是4月初的事儿。卢甘斯克的人恐怕都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被占领了这么多次。卢甘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哈尔钦科在接受采访时亲自辟谣，卢甘斯克有14个定居点，并未被俄军占领。至于格拉西莫夫砸出来的其他数据，那更荒谬了。据 ISW 统计，俄军自2026年开年以来，实际推进的面积撑死了也就715平方公里。这还是把俄方所有未经证实的吹嘘全算进去的数字，就算是这样，也只有格拉西莫夫声称的42%。而按 ISW 基于开源情报的统计，俄军实际推进面积可能仅有300多平方公里，夺取定居点仅13个。注意，这是开年以来，从3月到现在，那数据更不能看，只拿了2个定居点，反倒是在整条战线上又丢了仅60平方公里。不仅如此，格拉西莫夫还夸大了俄罗斯在多个区域的进展。格拉西莫夫说，距离克拉马托尔斯克7公里，斯洛维扬斯克12公里，但连最乐观的俄方博主都不敢把战线画得这么近。他还声称俄军控制了莱曼70%的区域，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俄军控制莱曼的任何区域。其实从年初起，格拉西莫夫隔一阵子就要出来吹这么一次，只不过这次学聪明了，不再像之前那样只吹短期的进展，而是把时间拉长到整个2026年，让数字好看一些。目的也很简单，是为了掩盖最近这段时间俄军进攻上的停滞。因为俄军春季攻势启动以来，始终未能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战术突破。5月9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克宫急需在战场上拿出点重大胜利来撑场面，但事实是根本没有。所以格拉西莫夫只能用注了水的数字给克宫还有外界交一份看上去很美的答卷。最后的结果就是搞出来了卢甘斯克被反复占领的闹剧，而真实的战场根本就不是他嘴里那个版本，每天都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为了重新获得作战主动权，接着春季植被的变化，在该方向继续施压，加强了无人机以及摩托车的袭击，但前线完全没有变化。乌军在这个方向上已经遏制住了俄军的攻势。此前流出的地理定位视频显示，俄军还正在炮击博罗瓦地区的乌军阵地，这也说明在该地区内俄军根本站不住脚。红军村方向依然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仅在4月22日一天之内，乌军就在红军村方向击退了俄军36次进攻。俄军在这个方向动用了大量人力和装甲装备，试图穿越赫里西内西南的开阔地带和防风林，以便在定居点的南部边缘建立立足点，但就是冲不进去。在科斯季安季尼夫卡德鲁日科夫卡战术区，乌克兰守军同样取得了进展，在向东南方向推进的同时，对俄军的渗透行动也实施了持续反击，这让俄军的任何突破尝试都变得极为困难。总的来说，俄军最近在整条战线上确实加强了机械化突击和摩托化冲锋，可能是在全战线搞多点骚扰，试图把乌军定在原地，然后集中力量主攻顿涅茨克的堡垒带。问题是，就算这样，主攻方向也没打进去，最终的结果就是阵仗摆的都不小，但没有带来任何有效发展。前线要么被反推，要么打不进去，后方也不消停。其实真正让莫斯科睡不着觉的，早就不是战线推进了多少米，而是后院的频繁起火。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4月份的石油日产量比年初平均水平暴跌了30万到40万桶，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石油产量的最大跌幅。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
这一段时间，在乌克兰的持续打击下，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就没喘过气。光是过去几天，俄罗斯又有2座大型炼油厂被逼得停产。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派出无人机，精准点爆了萨马拉地区的油站。这个油站混合了各个地区的高流和低流原油，专门生产出口级乌拉尔原油，可以说是俄罗斯石油对外出口的关键枢纽。然而，油站里的5个储油罐被炸得稀巴烂，而且几乎个个都装满了2万立方米的原油。这还是初步数据。乌克兰这一拳打下去，直接打乱了俄罗斯履行出口合同的节奏。最惨的还是图阿普西的炼油厂，这里位于黑海沿岸。4月16日的时候已经被炸了一轮，20日又被补了一轮。这个年处理能力1200万吨的炼油厂，因为港口被炸烂，油库火光冲天，不得不彻底关停，复工时间遥遥无期。而这场大火烧了好几天还没灭，浓烟被 NASA 卫星拍到，足足飘了300多公里，一路蔓延到斯塔夫罗波尔。当地也经历了一场石油雨，路面上全是油污，空气里弥漫着烧焦的味道，苯、二甲苯和烟尘的浓度已超过允许标准的2到3倍。当地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关紧窗户，擦拭暴露表面。乌克兰打得这么凶，甚至没忘了搞点宣传。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公开了一段档案视频，时间可以追溯到2025年8月。画面里，前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现在是总统办公厅负责人，亲自带队登上了黑海的伯伊克天然气开采平台执行任务。结果被俄方发现，无人机立刻升空追着攻击。布达诺夫一点没慌，带着手下从克里米亚1号平台的高处跳进了黑海。布达诺夫这号人物，普京估计做梦都想除了他。从收复哈尔科夫重镇沃夫昌斯克，到策划大量针对俄军高官的定点清除，再到深入俄罗斯各地，甚至莫斯科制造破坏，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样的高官频频在最危险的地方执行任务，被无人机袭击，还能带人有序撤离。这种经历直接给克宫那些天天想着往地下钻的官员一个狠狠的巴掌。就在乌克兰战场全线吃紧的同时，俄罗斯也没忘了继续搞事情。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在接受采访时放出了狠话，矛头直指摩尔多瓦。这位俄罗斯前国防部长声称，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生活着大约22万俄罗斯公民，他们的利益和安全正受到威胁。他警告摩尔多瓦，让他们不要走基辅路线，不要试图用武力解决德涅斯特河沿岸问题，更不要想着替换俄罗斯维和部队。紧跟着就是威胁，说在必要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来保护那些俄罗斯公民。火力军听到这话，还以为自己回到了2022年，因为这套说辞跟那时候入侵乌克兰用的理由简直一模一样。现在同样的剧本又拿出来了，只不过主角换成了摩尔多瓦。而且俄罗斯的指控也是搞笑，德佐是摩尔多瓦的领土，俄军一个所谓的维和部队在那里赖了几十年，摩尔多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驱逐非法驻扎的外国军队，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结果到了莫斯科嘴里，好像摩尔多瓦犯了什么大错一样。绍伊古突然跳出来也是有原因的，事情的直接导火索是摩尔多瓦当局将俄军驻德佐特遣队的指挥官和参谋长等多名高级军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实际上限制了他们在该地区之外的行动自由。眼看着这块势力范围在被摩尔多瓦一步步管控，俄罗斯当然坐不住了。然而绍伊古嘴上喊得再凶，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他们根本没办法开辟第二战线。在德佐驻扎的所谓维和部队实际上只有1000多人，其中大部分还是拿了俄罗斯护照的当地居民。这支部队顾全在摩尔多瓦境内，被乌克兰领土隔开，没有任何陆路补给通道，也没办法正常轮换，战斗力极其有限，没办法指望他们作战，就要俄罗斯自己调兵。但是俄罗斯现在自己前线都快招不到兵了，招来的人拉去乌克兰前线都不够，哪里还有能力管摩尔多瓦？也就只能在这里打打嘴炮了。俄罗斯这边在头疼，把目光转移到乌俄战场之外。日本最近也发生了一件事，最新的104坦克发生了一起极为罕见的爆炸事故。在九州大分县的日出生态演习场，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战车队正在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一声巨响过后，一辆104坦克内的120毫米高爆破架弹突然在炮塔里爆炸了。这辆坦克里当时搭了4个人，按照规定104坦克的标准编制其实就3个位置，车长、炮手、驾驶员。但实弹训练为了安全管理多塞了一个安全员，但还是发生了悲剧。爆炸发生后，车长、炮手和安全员当场身亡，就剩一个驾驶员，还是因为在车体前部的驾驶舱里与炮塔有物理隔离才捡回一条命，但也是重伤。104坦克是日本目前最新型的第4代国产主力坦克，2010年开始逐步列装，全重约44吨，最高时速70公里，装备120毫米滑膛炮。现在出了这种事故，立即引来了关注，整个日本高层都动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极度遗憾，承诺必须把整个事件彻底查清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哀悼，要求彻查原因，全面落实安全管理。
而陆上幕僚长荒井正方当天下午就紧急召开记者会，向公众道歉，说会抓紧查明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同时宣布暂停10式坦克和90式坦克的实弹射击训练，因为2款战车用的是同一款炮弹。他也承认此前从未经历，甚至从未听说过这种情况。关于到底为什么炸，日本自卫队目前还在调查，不过应该也逃不了那几种原因，比如弹药本身有问题，120毫米炮弹的发射药可能品质不稳定或者受潮，也可能是底火接触不良，这样的话在激发时燃烧速率会出现异常，导致膛压飙升直接炸膛，或者弹头引信设计有隐患，保险装置还没来得及拆除，炮弹就直接炸在了炮膛里。也有可能是炮管出了问题，比如炮管金属疲劳或者有异物，滑膛炮管在长期高膛压射击之后，内壁可能出现微小裂痕，或者保养不到位，炮膛里残留了磨损金属屑，而高爆榴弹的化学能释放要比动能弹剧烈很多，两项叠加起来，激发瞬间就可能导致压力分布不均，从炮管尾部炸开，威力也远超想象。鉴于10式坦克使用的是自动装填系统，所以还有可能是自动装弹机的问题，自动装弹机闭锁不全，机件动作不良或者磨损，导致激发的时候炮栓没能完全闭锁，高温高压气体没法正常往炮管前面排，直接泄漏到炮塔舱内，成员等于直接被闷在密闭空间里，承受高温烈焰和震波的摧残。最有可能的是排出迟发弹的时候出事了，因为高强度的实弹训练，装备耐受度已经积累了一轮损耗，如果炮手扣下扳机，但是炮弹没发射出去，按照规定要等至少15分钟，确认不会延迟引爆才能开启炮栓退弹。但是如果等待时间不够，或者自动装填机在退弹的时候机械故障，炮弹可能在退膛一瞬间炸了，爆炸产生的金属碎片、高温火焰和冲击波全部压在炮塔里。也不排除迟发弹的可能性，就是战车连续射击，炮管温度极高，弹药还没激发，推进剂已经被高温炮直接点爆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具体还要看调查结果。目前调查委员会已经开始从3个方向同步推进：车辆炮塔有没有故障，炮弹有没有质量问题，队员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内容。10式坦克虽然没装行车记录仪，但队员们的头盔都带着无线通讯设备，和外部有持续联络。爆炸前他们说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些都会被逐一复盘。坦克上配备的 C4I 信息共享系统也会被用来还原训练时的通讯链路和指令链条。如果能从这场悲剧里找到原因，堵住漏洞，那才是真正的对士兵负责，对国防负责。日本这边忙着查事故，韩国则传来了好消息。中东开火后，韩国就一直在焦虑，各种迹象都表明美国似乎要把韩国的萨德调往中东。韩国不可避免的担忧，萨德要是走了，韩国的高空反导能力谁能来兜底？后面所有人似乎都默认萨德已经被调走了，一直到4月21日，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听证会上被议员问到这个问题，他才把话挑明，他们没有运走任何萨德系统，萨德还在朝鲜半岛。这也是美军高层首次在公开场合确认萨德反导系统并未转移至中东。同时他也承认，目前在乌山空军基地有一批弹药正处在待运状态，准备被送往中东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这批弹药很有可能就是萨德拦截导弹，也就是说弹药在动，但整套发射系统和作战平台纹丝不动。之所以会闹出这种误会，布伦森也解释清楚了，驻韩美军之前为了调弹药，把部分萨德系统组件转移到过乌山空军基地，这其实是正常的军事调度。但是人们看到装备在大半夜装车就往乌山跑，转头就容易脑补成萨德系统撤离韩国。其次是午夜重锤行动留下的尾巴，在午夜重锤行动前，他们曾经把部分雷达资产向中东部署，直到现在某些单元还没归位，这确实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确实是少了点东西。不过萨德的核心系统本身从头到尾就没离开过半岛，这样捋下来，整件事的逻辑就清楚了。美国打伊朗需要弹药，于是从韩国调了萨德拦截弹，因为去年打伊朗之前部署的雷达还没有完全归位，再加上弹药转运过程中把组件拉到乌山，动静闹大了，3件事凑到一起，就有了萨德被撤的焦虑。这次公开澄清也算是美国的一个表态，美国有能力在全球调配火力，但不等于会在盟友的安全上打折扣。澄清谣言只是开头，紧跟着布伦森聊了更深的东西，驻韩美军的未来。他重点提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的部队正在韩国推进现代化，以应对迅速演变战略两难境地。这也是为什么我的重点放在能力上而非数量上。一些人听到这句话，心里马上打鼓，担心这个说法是不是在暗示兵力要被削减。火箭军要说不可能的。美国国会在去年12月通过了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法案里白纸黑字说明了驻韩美军的规模不得低于2.85万人。在法律层面，大规模兵力调整被锁死了。布伦森口中的能力大于数量，意思很明显，与其搞人海战术，搞大规模固定驻军，不如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压倒性代差。驻韩美军要追求的是用更致命的技术装备、更强的能力，把部署效能发挥到极致。
和这个战略思路对应，则是另一个关键话题——战时作战指挥权。一直关注美韩同盟的都知道，李在明希望2030年任期结束前拿回指挥权，美国那边则把预期目标定在了2028年左右。布伦森对此则发出警告：指挥权移交不能因任何一方的短期政治考量而仓促进行，必须在军事准备万无一失的前提下推进。说白了就是移交不能看你催得急就把指挥权给你，而是看你自己准备好了没有。这里有3个铁门槛：韩国能不能独立指挥联合作战？韩军的打击和防空体系够不够硬？整个地区的安全环境允不允许移交？任何一个不达标，那就免谈。布伦森还透露，双方已经向五角大楼提交了路线图，争取在2029年初之前完成条件核查。从萨德不撤到驻军升级，再到指挥权按照条件交接，美国在印太的算盘打得很清楚，也是特朗普上台后的一贯思路。我不追求多大控制力，关键是作为盟友，你们自身实力要够硬。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日本的坦克到底为什么会爆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